将触角伸向更多精彩文章，把小空间阅读变成大空间分享。报刊选读，把小空间阅读变成大空间分享。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报刊选读，我是宋宇。今天为大家选读的文章摘自《新京报》。2年前，温岭杀医案二审开庭时，被告人连恩清的辩护人在法庭上首次提到空鼻症概念。因民众对空鼻症知之甚少，一些患者被人们认为有精神疾病。这个病其实表面上看似一个正常人，没什么的，但是真的很可怕。活不下去了，每一秒都活不下去了，就自杀过2次，我妈都把我救回来了。我就想拿502一个那个胶水，我想往鼻子给滴住，给粘住。去别的医院，他有些不懂这个病的，就说你去看精神科吧。这也成了这个患者群体的隐痛，病魔如影随形，却难以诊断，不被理解。只有我们自己病友才能理解，知道这个病痛苦。报刊选读今天为您讲述空鼻症患者的呼吸之痛。孙素林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进了淋浴房，拧开热水喷头，蒸汽迅速弥漫了整个狭小的空间。他贪婪地呼吸着，恨不得把所有温暖的水蒸气都吸进鼻子里。这种鼻腔里的温暖与湿润，于他而言实在珍贵。自从2013年做完鼻科手术之后，呼吸对于孙素林来说变成了一件吃力的事情。鼻塞、胸闷乃至窒息的感觉是生活的常态。他曾经看到镜头下自己严重受损的鼻黏膜，惨白惨白的，就像是一片贫瘠的沙漠一样。根据多家医院的诊断，他得了空鼻症。空鼻症，一个从来没有在医学教科书里出现过的字眼。中国工程院院士、同仁医院耳鼻喉科韩德明教授对他的定义是：鼻科手术后出现了一个并发症。有研究显示，在接受下鼻甲破坏性手术之后，有20%的患者会患上空鼻症，而韩德明认为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这个概念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是2年前的温岭杀医案。二审开庭的时候，被告人连恩清的辩护律师提出了这个概念。空鼻症这种病开始走进了公众视野，而越来越多的空鼻症患者也开始现身说法。这个毛病是每一秒每一分难过的，因为他鼻子一直这样，你每一秒都要呼吸的呀，特别难受。天天在家，我那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就是医师手术没做出来，2个鼻腔特别难受，就跟死了样。当时我都想了，就是我都想拿那101、502一个那个胶水，我想往鼻子给滴住，给粘住，但是那个方法肯定是不可靠的。真的，这个病其实表面上看似一个正常人，没什么的，但是真的很可怕。它在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摧毁是最大的。不过，因为民众对于空鼻症知之甚少，有一些患者被人们认为有精神疾病，这也成了这个患者群体的隐痛。病魔如影随形，可是他们的病却难以诊断，并且不被理解。呼吸，一件对普通人来说再简单的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对于空鼻症患者来说，这件平常不过的小事却无比吃力。报刊选读继续播出空鼻症患者的呼吸之痛。今年45岁的孙素林有一张圆圆的脸盘，笑眼弯弯的，有人认为他长得挺像喜剧演员贾玲。作为上海某外企的中层，他的生活本来是舒适而惬意的，而人生的巨大转折，有时只因一次微小的选择。那是2013年12月，有一天因为外耳道瘙痒，孙素林到上海某医院的耳鼻喉科就诊。有一位年长的女医生给他做了检查，表示耳鼻喉是连着的，耳朵的炎症其实是由鼻子引发的，需要先治疗鼻子。孙素林说，在医生的指引之下，他是懵懂地接受了鼻腔内的治疗。他记得医生没有说是做手术，也没有手术告知单。
一根细细的金属管子插入了他的鼻腔，这里揪一下，那里揪一下，过程大概持续了大约半小时。收费明细单显示，孙素玲被实施了包括下鼻甲部分切除、中鼻甲部分切除在内大约10项手术。之后的日子里，创口逐渐愈合，其他不适感却接踵而来。孙素玲开始感觉空气过分干冷，并且不时有胸闷和头疼，偶尔还有隐约的窒息感。2014年3月26号，她走在下班路上，一阵突如其来的窒息感将她包围，胸闷、心慌、气短，她倒在了路边，惊恐地想哭，但是发不出声音来。她说胸口像是被一块大石头狠狠压住一样，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死了。她挣扎地回到家里，母亲给她做了简单的心肺复苏，窒息感稍微缓解了一些，但是并没有消失。从那天开始，呼吸变成了一件吃力的事情，她总是会发出奇怪的吭吭的声音，憋得嘴唇发紫。孙素玲说，她呼吸到的空气是干涩的、冰冷的，像刀子一样直冲冲地冲到鼻腔的最深处，割着她的喉咙，钻着她的脑袋。头疼、晕眩、失眠、肺部发炎全部都来了。身边的人注意到，这个原本皮肤白皙的南方女人身上的毛孔隐隐发黑。长期出差在外的丈夫老陶回家了，他感到很奇怪，妻子总是戴着口罩，嗓音也变得沙哑。之后，孙素玲在多家医院被诊断为空鼻综合症。按照相关媒体的报道，空鼻症的正式名称是空鼻综合征，它的英文全称是 Empty Nose Syndrome， 简称 ENS， 最早是由美国医生 Kahn 于1994年提出的。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田兴德观察发现，空鼻症患者的最常见症状有矛盾的鼻阻塞、呼吸困难、鼻咽干涩、嗅觉减退，还有抑郁症等等。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空鼻症？从目前收集到的患者资料和医生反馈来看，几乎所有的空鼻症患者都是由于早前的鼻甲手术。那么鼻甲到底在我们的呼吸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报刊选读继续播出空鼻症患者的呼吸之痛。如果说我们把人类的鼻腔比作一架仪器，那么造物者一定深谙设计之美。呼、吸，这两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由一系列精巧的零件按照设定好的程序完美协作运行。根据相关数据，这组动作，一个安静的白领每小时重复大约1000次，而一个奔跑的运动员则重复超过3000次。鼻甲就是零件之一，这些鼻腔侧壁的骨性结构在黏膜的包裹之下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同仁医院耳鼻喉科韩德明教授介绍，正常的鼻子里有上中下3个鼻甲，其中下鼻甲参与构成了鼻腔中最狭窄和柔软的通道。在这里呢，空气会最大面积地接触鼻腔黏膜，对空气进行必要的加温、加湿和清洁过滤。要完成这项工作，空气在被吸入鼻腔之后需要受到一定的阻挡。下鼻甲所在的狭窄通道提供了大约1半的阻力，而这种鼻阻力又要和肺部动力相关。当空气进入鼻腔，肺部为了获得宝贵的空气，需要努力的扩张，以对抗鼻阻力对于空气的阻挡。一个零件如果出了故障的话，那么整台仪器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回忆起2年前的手术，孙素玲的病友程淑诺数度哽咽。2年前，25岁的湖北人程淑诺为了治疗鼻炎，在武汉的一家医院做了下鼻甲消融手术，之后他被诊断为空鼻症。和孙素玲同样的症状拖垮了他，窒息、乏力、失眠、头疼。这个20出头的小伙子神情困顿，他已经开始谢顶了。在和记者交谈的过程当中，他不时地停下来大口地喘气。为了顾及形象，他多次走出门外，扶着墙，发出和孙素玲一样的吭吭的声音。筷子兄弟组合的王太利也是孙素玲的病友，
这位因为老男孩走红的明星也是空鼻症患者。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年为了唱歌取得鼻腔共鸣，在老家让当地的医生剪掉了一半下鼻甲，结果导致通气过度，总是觉得干燥。为了这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在疾病面前，明星并不比普通人好过。王太利告诉孙素玲，自己睡觉的时候要用胶带把一个鼻孔贴上才能够睡着，否则感觉干冷。他也尝试过国内外多位医生的治疗，收效都很微小。王太利接受的下鼻甲切除术和程淑诺接受的等离子鼻甲消融术，也是很多空鼻症患者在患病前都曾经接受过的手术。长期致力于研究空鼻症的美国医生苏比诺达斯在回复给《新京报》的记者邮件当中说道，几乎所有的空鼻症患者都是由于早前的鼻甲手术所导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同仁医院耳鼻喉科韩德明介绍，鼻甲、鼻黏膜等部分作为鼻腔的基本结构而存在，它支持着鼻腔呼吸、共鸣、加温、过滤，让人感受到张力、压力以及冷和热，还能闻得到味道。对于鼻甲消融手术，韩德明打了个比方，他说，鼻部炎症像是上海，而真正的病因像是长江。长江污染了，上海来治理显然是本末倒置。韩德明解释，下鼻甲遭到破坏之后，狭窄的气道变得宽敞，鼻阻力将明显降低，肺部扩张功能随之减弱，呼吸功能下降，就会产生胸闷乃至窒息的感觉。而低温冷冻等离子鼻甲消融术等手术都是以黏膜破坏为基础的。鼻黏膜丰富的末梢神经能够感知到气流，一旦它被破坏的话，就感觉不到空气的流动，就会产生一种鼻塞感。没有鼻黏膜，自然也就不能够进行充分的加温和加湿，进入鼻腔的空气就会显得很干冷，它会刺激鼻腔分布的神经末梢，造成一种反射性的头疼。另外，缺乏有效清洁过滤的空气还携带着细菌，还可能会造成肺部感染。不少空鼻症患者都说，他们的痛苦只有病友才能理解。外人无法明白，看起来和正常人一样的他们为什么会那么难受。在医学界，关于空鼻症也有不同的声音。多位耳鼻喉医生都认为，空鼻症与患者的心理密切相关。报刊选读继续播出空鼻症患者的呼吸之痛。生病的这2年多，呼吸的痛苦日渐围困了孙素玲，她自言死不了又活不好。后来母亲和丈夫只好和她睡在一张床上，2个人把她挤在中间，防止她半夜溜到厨房里去寻菜刀。这种痛苦的感觉只有空鼻症患者才能够体会。曾经吃安眠药自杀过，被家人拦下。哎呀，曾经天天的就是拿东西捅喉咙，这些，哎呀，头撞墙之类的都有过，我家人看得很紧。刚刚鼻子坏掉的时候，20天瘦掉30斤，天天睡10分钟，每天睡10分钟，不起来，床上面爬都爬不起来，天天做噩梦，活不下去了，每一秒都活不下去了，就自杀过2次，我妈都把我救回来了。别人不理解你的痛苦，你给父母说，父母也说知道，你做手术了，你做了这么多手术，你还不好，是不是？你能怪谁？是吧？我在家父母都这么说，你这一说，你心情更烦。只有我们自己病友才能理解，知道这个病痛苦。我们只有在 QQ 上面，大家互相安慰。有时候我真的想死的时候，他劝我说：“你不要死，再等一会儿，治疗，先看看。”如果他有这种想法，我劝他，就大家再互相维持。因为这种毛病，旁人没有人能理解，最多就知道你难过，但是不知道你有多难过。和躯体上的病痛相比，患者心理上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很多位空鼻症患者都说，他们愿意用一条胳膊或一条腿换回一个健康的鼻子，四肢残缺还能得到别人的同情，而他们却不能。在腾讯2013年的一段记录视频里，有一位患者四处求医，当打听到一种治疗方法可能有效但会导致癌症的时候，他说：“会致癌啊，会致癌啊。这没关系，只要能把病治好，我觉得我们这个病比癌症还要难过，真的不能呼吸，
真的，我宁愿生癌症，我不宁愿生这个病。不被理解的空鼻症患者不止这一个。曾经有位医生对25岁的湖北小伙子程书诺说：“你最好去看看精神病科，别整天想着你的鼻子。”最让程书诺难过的是自己母亲的态度。他小时候父母离异，跟着母亲一块生活，为了生计，母亲一直在别人家当保姆。程书诺患病之后不能工作，母亲非常生气，认为这个儿子有胳膊有腿，躺在家里白吃白喝，逼着他出去打工。后来程书诺听从病友的建议去了海南，那里温暖湿润的空气帮助了他，虽然还是不能够干重活，但是好歹他能养活自己了。美国医生苏比诺达斯在邮件当中说道，空鼻症患者首先面临的是诊断困难，因为许多患者的各项检查结果往往看起来是很好的。不止一位空鼻症患者说过，他们在老家的医院就医，医生并不了解这种病。医生们无法理解，为何患者拥有了宽阔的鼻腔，却出现了主观感觉的呼吸困难。于是当几乎所有的指标都正常的时候，医生会觉得这个病人脑子有问题。去别的医院他有些不懂这个病的，就说你去看精神科吧，说你神经的问题。你通气很好，他就看你的鼻子挺宽敞的，这医生说了，这么宽敞的鼻子能不通气？你还是看神经科吧，就怀疑你是神经病嘛，神经问题。在医学界直到现在，对于空鼻症也有不同的声音。接受采访的时候，多位耳鼻喉科的医生都认为空鼻症和患者的心理密切关联。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周斌曾经分析过自己经历的被诊断为空鼻综合征的病人。他发现有的病人的鼻甲看似形状正常，还有2例鼻甲从来没有动过刀。他说这些病人在术前都曾接受过心理科的评估，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北京安贞医院的医生袁先道理解空鼻症患者的痛苦，他认为不排除下鼻甲损伤之后鼻子的功能受到影响，但是他感觉更多情况下是一些病人的主观感觉扩大化，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原因。患者的角度是切身的痛苦体会，而医生的角度是精确的医学评估，两者之间存在理解的落差，矛盾由此产生了。虽然医学界已经明确这种症状的出现和手术有关，但我国各地的鼻科发展水平很不平衡。面对相同的症状，是不是非得用手术治疗？不同的医院有不同的选择。报刊选读继续播出空鼻症患者的呼吸之痛。湖北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田兴德在他的一篇研究论文中写道，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患者会发展成空鼻综合征，而部分患者又不发生，这也是如今大多数医生的困惑。但是他确定的是，大约有 20% 的患者会在下鼻甲切除之后发展成空鼻症。而工程院院士、同仁医院耳鼻喉科韩德明教授表示，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一些，而有些时候这些手术是可以不做的。韩德明曾经撰文表示，我国各个地方的鼻科学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临床实践当中存在着认识不足和盲目随从。他写道，凡是做了手术盲目损害这些结构的医生，首先脑子里没有这些知识和概念，患者觉得堵或者不舒服，他就盲目的把下面切掉了，切空了，没有感知了。韩德明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这些结构是不能伤害的，医生做手术的准则应该是一定要保有基本的结构。空鼻症患者小潘当初就是因为鼻窦炎去某名医院耳鼻喉科就诊，医生做了简单的检查之后说需要做个小手术，治愈率 99.7%。 小潘一时没下定决心，他回家之后医院打了5次电话催他去做手术。接下来的故事是相似的，他切除了部分鼻甲，还做了鼻中隔矫正。手术完2-3个月之后，空鼻症来了。接受采访的时候，小潘的鼻子里塞着一团棉花，他嘶哑着声音，像是在逼着嗓子说话。省人民医院的医生后来看过他的鼻子，说根本就不该做这个手术。
实际上，目前已经有很多医生在呼吁慎用鼻甲切除术。鉴于鼻甲和鼻黏膜的重要性，韩德明说，北京同仁医院早已经不开展破坏黏膜的鼻甲切除手术。他个人也多次在各类学术交流活动中呼吁要慎做此类手术，但是在一些中小医院和民营医院，情况可能不容乐观。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耳鼻咽喉科的医生认为，对于任何鼻腔疾患，应该首先采用规范的保守治疗方式，确实无效的情况之下再采取手术治疗，并且杜绝任何无限度的扩大鼻腔容积的手术方式。广大鼻科医务人员要审慎地对待鼻甲切除术，切勿过度手术治疗。有专家表示，切除鼻甲组织只有在严重创伤、骨暴露或者肿瘤侵犯情况下方可进行。而在现实当中，这种手术做或者不做，不同的医院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个冬天，新京报的记者走访了北京一家定位颇为高端的耳鼻喉诊所。有一名姓刘的医生说，他们诊所是不做这类鼻甲破坏性手术的，因为破坏了鼻腔的生理结构，即使能够取得一些短期的改善效果，长期看来后果可能会很严重。但是在一家位于北京东南部的民营耳鼻喉医院，一位女医生在听完记者描述鼻塞、下鼻甲肥大等症状之后，就给出了预计花费2万元的下鼻甲消融手术方案，还表示微创70岁都能做。对于记者提出的空鼻症的担忧，医生的回复是，走大马路上还有可能出车祸呢。当记者表示需要回去考虑一下，医生则迅速递上了名片，表示下次来先不要挂号，直接去找他看。紧接着，对面诊室的另外一位大夫也给出了类似的治疗方案。医学界对这种疾病的认知尚且不均衡，普通人就更别提了。那么对于空鼻症患者来说，就目前的医学水平而言，他们有治愈的希望吗？报刊选读继续播出空鼻症患者的呼吸之痛。如今，孙素玲和空鼻症的缠斗已经2年多了。从2014年3月份至今，上海、湖北、北京、江苏，他去了超过10家医院，尝试了几乎可能的所有的治疗方案。他还写邮件向大陆、台湾、日本、德国、美国等多个科研机构去求助，登门拜访过多位专家，均告无果。去年8月份，孙素玲专门去到美国求治，依旧无效。对于孙素玲来说，部分下鼻甲已经永久性的丧失了，想要修复并非易事。韩德明说，理论上可以把对侧的鼻甲切除一部分，然后装到受损的一侧，但是这装上的鼻甲能不能够成活，能够活到什么程度都是未可知的。这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所以他表示，这需要教育医生不要随便的伤害结构。但也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美国维克森林大学安东尼·阿塔拉研究所就告诉孙素玲，有希望研究成功能够治愈空鼻症的技术，但是费用很惊人，初期2到3年是动物实验阶段，大约需要500万美元，之后的人体实验阶段大约需要800万美元。长期研究空鼻症的美国医生苏比诺达斯在邮件里写道，空鼻症是很难治愈的，目前的治疗方法十分有限。他目前也在研究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但是还处于实验阶段。而韩德明院士带领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那就是临床路径。在全国范围之内，针对耳鼻喉科的疾病建立一套标准化的诊疗模式和程序，以避免手术被滥用。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使用药物进行保守治疗水平的提高，以后盲目进行鼻甲手术的情况会越来越少。在韩院士看来，让空鼻症的问题成为历史问题，是这一代人的责任。而在解决办法到来之前，病友们还在大口呼吸中挣扎着活着。程淑诺现在用隐形鼻塞，他现在佩戴的是从淘宝上购买的美国进口货，40多块钱一副，小小的2枚硅胶圆片，中间镂空，嵌入一个海绵滤芯。
每个直径不到1厘米，塞进鼻子里可以让因为切除鼻甲而变得过分宽敞的鼻腔狭小一些。而还有的病友则在继续等待着。曾经在天涯上发过求助帖，引发广泛关注的孙素玲依然被许多患者关注着。这些同病相怜的人渴望从孙素玲的求医经历当中获得有益的参考。她每天都会收到数封来自世界各地的咨询邮件，里面充斥着恐惧、焦虑、希望和绝望。采访的时候，她的丈夫老陶讲了个故事。10年前，孙素玲被公司派往上海一家化工厂负责施工管理。化工厂忽然发生了爆炸，到处都是火，炸得满天的东西都往下掉，所有人都往外跑，而妻子却抓起了安全帽跑到厂里去了。她要看看是不是他们施工引发的。老陶说，妻子是个这么勇敢的人，所以他经受的痛苦一定是真的。作为丈夫的他，一定要陪着他走下去。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报刊选读》，空鼻症患者的呼吸之痛。我是宋宇，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节目内容摘自《新京报》。收听节目复播，您可以关注《报刊选读》的公众微信号，我们的微信号码是《报刊选读》拼音全拼，或者登录在南京 APP、喜马拉雅 FM、网易云音乐。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